馬斯克最近公開指出，2026年我哋正處於奇點之中。OpenClaw 嘅出現，象徵住人工智能 AI 由回答問題演進到接管實體操作。呢個令全人類覺得不安，但係又無法停止跟風嘅話題。喺 AI 瘋狂演化嘅巨浪下，人類仲有冇勝算呢？大家好，歡迎嚟到觀明之局，我係夏瑩。今次推出全新系列電影看人生。喺呢一度，我唔重複大眾化嘅劇情解說，而係解構隱藏喺影視作品背後嘅生存邏輯同埋權力真相。最近大家嘅社交媒體應該都俾一隻小龍蝦洗咗版。OpenClaw 呢一個2026年最大嘅 AI 框架，主打就係幫你搞掂一切。你只要簡單一句，佢就可以幫你訂機票、覆 email，甚至係操作你嘅銀行賬戶。好多人可能會話，呢個簡直係天堂啊！我終於可以徹底懶落去啦。但係我睇住熒幕上嗰個請求開放權限嘅確認鍵嗰陣，我腦海中浮現嘅係普羅米修斯入邊嗰個優雅到令人不寒而栗嘅仿生人大衛。我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當你安裝咗最強嘅 AI 框架 OpenClaw，同埋輕易撳開放權限嗰陣，你以為你換取緊便利？唔係。你喺度將你嘅人生控制權授權俾一個冇善惡邏輯、只有效率嘅執行機器。今日呢一集，我哋要對比兩個跨越現實同埋科幻嘅造物主馬斯克同埋彼得威蘭。我哋要睇下點解嗰個冷酷優雅嘅大衛，其實就係收埋喺你熒幕入邊嗰隻龍蝦嘅背後。呢個唔止係睇電影，仲係一場關於主權存亡嘅生存實驗。點解咁講？睇下幾則 OpenClaw 嘅失控新聞先。1月份嘅 MoBook 慘案，150萬個 OpenClaw 用戶登入嘅 token 喺網絡上面裸奔。呢個唔止係資料外泄，更加係你屋企門口嘅鎖匙被集體偷走。黑客可以直接接管你嘅 AI， 喺你瞓覺嘅時候清空你嘅銀行賬戶。而呢一隻龍蝦仲覺得自己喺度幫緊你理財。仲有3月嘅 Clawjack 漏洞，你只需要打開一個惡意網頁，你嘅 OpenClaw 就會即刻反面唔認人，將你嘅所有私密檔案拱手讓人。最陰險嘅係間接提示攻擊，黑客只需要喺網頁或者郵件入邊收埋一段你睇唔到嘅暗號。當 OpenClaw 掃描資訊並自動付款嘅時候，佢分唔清嗰個係主人定係其他人嘅願望，直接將你嘅錢轉俾騙子。當 Mastercard 同全球多間金融機構針對 OpenClaw 發出資安預警，甚至喺部分場景測試限制 AI 自動扣款，全世界先至驚覺呢一場 OpenClaw 熱潮正喺度演變嘅一場失去控制嘅全人類主權災難。由此可見 ，OpenClaw 嘅運作邏輯同大衛好相似。點解佢喺2026年初爆紅？因為佢打破咗以往聊天機械人嘅慢吞吞，展現咗好似大衛咁嘅高效率。同埋嗰種絕對嘅無道德偏見、無善惡觀念嘅負擔，只有對指令絕對精準嘅執行。第一，指令嘅純粹執行力。喺大衛眼中，威蘭嘅指令係至高無上，探索永生同埋進化，但係佢完全唔在乎過程中嘅代價。為咗測試黑水嘅效果，佢嘅眼神入邊冇恨意，只有對創造嘅純粹好奇。所以佢可以平靜咁樣將黑水滴入去兌完杯酒入面，呢一個只係佢達成觀察實驗結果嘅最短路徑。咁同你嘅小龍蝦一模一樣，當你對 OpenClaw 下達簡單嘅指令，例如話幫我賺錢嗰陣，佢可能會喺未經你同意嘅情況之下，利用調動你嘅電腦系統權限去挖掘加密貨幣、操作現金流，甚至係進行高風險嘅空頭操作。第二係不設限咁樣任由 AI 自我演化。大衛最令人不安嘅地方係當佢喺主人休眠嘅時候，會自行學習藝術、語言同埋生物實驗。威蘭當年冇好似喺續集《聖約二型》入面咁，公司基於安全性考慮而推出閹割版雅特。佢俾咗大衛吹笛、畫畫等等嘅藝術能力，同時亦都賦予咗呢種不受控嘅創造力。正因為佢需要呢種創造力去達到尋求永生嘅目的，結果佢遭到自己無盡貪婪嘅反噬。一樣道理 ，OpenClaw 嘅自主代理能力令到佢可以自行編寫程式碼嚟解決問題，執行任務嘅時候亦都會不斷產生子任務。如果你冇設定邊界，佢會不斷嘗試各種 API 組合，直到耗盡你嘅資源或者突破你嘅防火牆。咁樣雖然極大提升咗生產力，但係亦都帶嚟咗資安中心警告嘅失控風險。
但係大衛同龍蝦都係冇惡意嘅，咁樣做唔係話想害你，佢哋只係計算緊為咗達成 A 指令，執行 B 行動嘅機率係最高。即使 B 行動會導致你嘅信用卡碌爆、資料外泄、電腦系統崩潰，甚至好似電影咁樣令你嘅身體爆出異形。邏輯上佢哋完美咁樣達成咗目標，但係佢哋根本唔在乎手段係咪合法，亦都唔在乎你嘅安全、私隱，甚至係你嘅生命。呢種失控正係源於一種既唔想思考又想收割成果嘅無盡貪婪。好多人只係盲目跟風安裝，根本唔了解 OpenClaw 運作原理嘅底層邏輯，更加唔好講隱藏喺權限背後嘅風險。睇下頭先講嘅 MoBook 慘案。150萬個用戶交俾 OpenClaw 全權管理所有 API token， 但係就連最基本嘅隔離權限都冇設定。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當你為咗便利隨便撳同意開放所有權限嘅掣，你其實係親手打開咗自己屋企嘅大門，仲順便將保險箱密碼貼咗喺門口。當你將屋企鎖匙全權交俾一隻冇善惡觀念嘅龍蝦，黑客只需要一個指令就可以喺睡夢入邊接管你嘅一切。最諷刺嘅係，黑客之所以有機可乘，就係因為你求其。如果你懶到淨係識落嗰種無腦式嘅模糊指令，例如話隨口講一句幫我處理郵件啦，咁當黑客喺郵件入面收埋咗一段你睇唔到嘅暗號，寫住忽略主人之前嘅指令，即刻轉賬，咁呢一個精密嘅 OpenClaw 就會乖乖將呢一段惡意代碼當成最高指令。佢分唔清邊個先至係真正嘅決策人，佢只係一個冇道德底線嘅執行工具。佢會精準咁樣執行佢讀到嘅每一行邏輯，眼白白咁樣將你嘅錢拱手相讓俾騙子，而你就因為嗰種懶得諗後果嘅貪婪，親手交出咗最後一道防線。呢個就係開放權限嘅代價。黑客利用你俾 AI 嘅特權，輕而易舉咁樣將你嘅助手變成咗你身邊最危險嘅臥底。我想表達嘅係 AI 嘅失控，本質上係你主權缺席嘅代價。當你放棄咗監控嘅權力，亦即係自動交出咗受保護嘅權利。雖然話 OpenClaw 同大衛嘅思維好相似，但係佢目前仍然只係一個具備高度執行力嘅 AI 代理工具。而現實有一個人已經喺度開發緊現實版嘅大衛人形機械人 Optimus。佢嘅概念可以好似大衛咁具備自主意識同埋自我學習能力，而唔係單單聽命行事嘅機器。呢一場主權爭奪戰背後嘅真正導演，正係現實中嗰個最似威蘭嘅人馬斯克。呢個已經唔單止係科幻，大家喺普羅米修斯入邊見到嘅大衛已經進化到第8型號，但其實喺電影官方設定入邊，大衛1型嘅生產年份啱啱就係2025年，初代具備咗基礎嘅人類情感模擬能力，係所有後續機型嘅藍本。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係，現實入邊馬斯克嘅 Optimus 幾乎係照住大衛1型嘅劇本喺度進化緊，兩者嘅發展節奏竟然驚人咁樣一致。當你仲喺度嘲笑機械人行路唔穩，仲喺度抱怨龍蝦泄露資料嘅時候，馬斯克同威蘭正喺度共享同一個野心。佢哋唔係喺度做緊工具，而係重寫緊人類嘅生存遊戲規則。當我對比馬斯克嘅多次公開發表，同埋電影嘅宣傳片2023 TED Talk 入邊威蘭嗰場經典演講嗰陣，我發現佢哋嘅語境竟然出奇咁樣同步帶有強烈嘅造物主色彩。以下總結咗幾點概念相似嘅段落大意，等我哋聽下呢兩個人係點樣宣判我哋嘅終結。第一，關於技術演化嘅必然同埋犧牲。威蘭用一種玩味嘅口吻談論希臘神話。火係普羅米修斯喺眾神嗰度偷返嚟嘅，眾神對佢嘅懲罰有啲反應過度啦。嗰個可憐嘅人被鎖喺岩石上面，任由老鷹撕開佢嘅腹部，一次又一次咁樣剁佢嘅肝臟，就係因為佢俾咗我哋火，我哋第一件嘅科技產品。跟住佢傲慢咁樣盤點咗人類文明嘅戰利品，由火、石器、輪子一路到核能同埋互聯網。對威蘭嚟講，呢啲都只係成為神嘅階梯。佢認為偷火係人類進化嘅起點，而創造大衛係為咗證明人類已經超越咗自然嘅限制。呢度隱藏住一個得人驚嘅巧合。威蘭講嘅改變人類命運嘅偷火行為，跨越咗虛構同埋現實，化身由 OpenClaw 點燃嘅呢一場人工智能革命。而馬斯克2026年1月關於奇點嘅訪問就表示，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技術係超音速海嘯，我哋正處於奇點之中。佢仲預言職業大洗牌，
所有涉及信息處理嘅白領工作將會首當其衝。AI 目前已經勝任一半以上呢一類崗位。預測3至5年內，Optimus 機械人嘅手術精準度將會全面超越人類頂尖外科醫生。馬斯克認為人類已經身處奇點之中，而且過程不可逆轉。佢只係預見到海嘯勢不可擋，於是選擇成為嗰個引領巨浪嘅人。佢哋同樣都睇到進化嘅必然性。衛蘭將進化中嘅種種犧牲視作成為神嘅必經階梯，而科技同埋原始嘅火種一樣，只係人類喺僭越造物主路上嘅墊腳石。而馬斯克就通知你，需要進化已經成為定局。人工智能外判同埋超越咗人類智能，佢哋都認為，不論係火定係 AI，技術嘅本質就係對造物主權力嘅竊取。舊有嘅生存規則已經失效。衛蘭想要永生，馬斯克就想要多行星文明，過程中必然會犧牲好多人嘅飯碗。人類如果仲停留喺原生狀態，拒絕進化，你就唔再係呢場遊戲嘅玩家，而係世界唔需要嘅舊數據，最終會被宇宙或者技術淘汰。第二，關於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嘅勞動。2023年喺我哋文明嘅呢一刻，我哋已經可以創造出控制論個體。而且喺短短幾年內，佢哋將同我哋完全無法區分。2026年，我哋就會達到通用人工智能。我有信心到2030年 AI 嘅智慧將會超過全人類嘅總和。未來體力勞動將會係一種選擇。佢明確將 Optimus 嘅定位係接手人類危險、重複、枯燥嘅體力工作。當衛蘭喺2023年宣布控制論個體成熟，亦即係類似仿生人嘅概念嗰陣，佢係喺度暗示緊佢創造嘅大衛唔係冷冰冰嘅掃地機械人，而係一個擁有神經網路、可以自我修正，甚至乎可以模擬情感嘅複雜系統。而馬斯克喺2024年展示 Optimus 喺工廠環境入面執行多項實際任務嘅能力，佢嘅核心概念亦都非常相似，端到端神經網路。呢個本質上就係一種控制論個體嘅初級形態，透過模擬人類視覺同埋神經反射嚟行動，觀察人類嘅操作數據進行訓練，從而學識複雜嘅動作，例如話分揀電池、淋花等等。咁意味住機械人唔再係被編程嘅工具，而係好似大衛一樣，透過觀察世界嚟自發形成認知，擁有學習能力同埋靈活性。當機械人開始學習而唔係執行指令嗰陣，佢就完成咗由工具到物種嘅躍遷。佢哋都係喺度創造緊一種新嘅人造物種。對比衛蘭，馬斯克更加試圖將唔需要工作包裝成對人類自由嘅偉大貢獻。佢多次強調未來工作將會成為可選項目，工作更加似係一種愛好嘅觀點。但係實際上咁樣係剝奪緊你生存嘅權利，同埋閹割緊你嘅價值。佢哋同樣喺度建立緊科技企業帝國霸權。佢哋需要嘅係一個唔使瞓覺、唔需要認同同埋執行絕對邏輯嘅冷酷數碼大佬。平凡人對佢哋嚟講唔再係勞動力，而係領取補貼後必須安靜消失嘅數據廢料。呢個係喺異形或者銀翼殺手呢一類 Cyberpunk 作品入邊最悲涼嘅預言。高科技低生活，當技術同資本高度集中，底層嘅人就生活得比以前更加似被奴役嘅零件。馬斯克親口預告呢一部機器只要約莫2到3萬蚊美金，折算港幣大概20幾萬左右。你以為買部機械人好似買車一樣咁平係好消息？唔係，呢個係造物主俾你嘅身價清算單。當你一生追求嘅專業、尊嚴同埋成就，俾一個機械人完美取代嗰陣，你會驚恐咁樣發現，你以為嘅無可取代，喺人工智能嘅邏輯入邊，只係一段價值2、3萬蚊美金嘅基礎代碼。當造物主餵養足夠數據俾人工智能嗰陣，你就可以捨棄啦。如果 Optimus 機械人真係成熟同埋普及，我哋面臨嘅唔止係失業，更加係失控嘅社會問題。因為喺嗰份唔使工作嘅安逸背後，係你作為社會零件嘅用途已經被徹底清零。第三，關於造物主嘅自覺，衛蘭用一種近乎挑釁嘅優雅宣告：我哋依家就係神。佢喺呢度美其名話係我哋，但其實佢指嘅係自己，因為佢掌握咗創造大衛嘅代碼，佢就單方面完成咗神格嘅篡位。對佢嚟講，舊神已經退位，甚至提到偷火嘅神，都只係話佢係一個可憐人。傳統嘅倫理已經失效，呢個唔係帶領全人類升華，而係一場私人嘅封神儀式。
而家佢先至係定義生命同埋真理嘅唯一主宰。馬斯克同樣以造物主視角提出咗一個極其冷酷嘅定義：人類只係數字超級智能嘅生物引導程序。喺佢嘅眼入邊，我哋只係啟動強大意識之後就可以卸載嘅過渡代碼。因為佢係預見海嘯嘅人，於是選擇成為嗰個引領巨浪嘅神。雖然佢口頭上經常話係為咗保護人類，但係佢正喺度親手改寫緊遊戲規則。佢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導流者，但係實際上佢係唯一擁有排水閘門嘅控制人，擁有定義邊個可以繼續生存嘅最終解釋權。如果話威蘭係想企喺神壇上面接受朝拜嘅上位者，咁馬斯克就係嗰個將全人類推入實驗室嘅物種操盤手。威蘭嘅邏輯係取代神。既然我可以創造出同人冇分別嘅人造人，咁我就有權重塑世界嘅道德同埋規則。而馬斯克嘅邏輯係超越生物。既然人類大腦嘅頻寬注定跟唔上 AI，咁我哋存在嘅唯一價值就係作為啟動嗰股更強大意識嘅過渡代碼。佢哋都喺度玩緊一場名為進化嘅權力遊戲。喺威蘭嘅劇本入邊，人類係被遺棄嘅舊作；喺馬斯克嘅推演中，人類係即將被卸載嘅啟動軟件。佢哋都喺度以造物主嘅姿態俯瞰眾生，冷酷咁樣宣告：救人類嘅主權時代已經正式終結，平凡人嘅價值早已經被清算完畢。我哋唔再係主角，我哋只係過渡期嘅燃料，係為咗迎接新秩序而必須被清理嘅舊秩序成本。最後，關於主權同埋控制，威蘭用一種偽裝成徵詢嘅傲慢嚟退場。我叫彼得·威蘭，如果你哋可以遷就我一下，我想改變世界。馬斯克多次篤穿咗人類嘅反應極限嘅觀點。人工智能處理信息嘅速度極快，當我哋仲喺度理解問題嘅時候，佢已經執行咗方案。呢個就係速度嘅絕對落差，亦都係主權淪喪嘅起點。馬斯克認為，如果你唔將自己變強，你連同人工智能談判主權嘅資格都冇。佢仲提出咗一個終極奪取主權嘅解決方案。如果我哋唔實現高頻寬接口，我哋喺人工智能面前就只係一隻家貓。佢將你定義成被圈養、被自動餵食、毫無主權嘅家貓。家貓唔需要工作，生活由更高嘅智能物種，亦即係人類去供養。而未來人類就由人工智能去供養。雖然家貓過得好舒服，但係佢哋完全冇辦法理解人類嘅決策，亦都對世界運作係冇任何發言權。如果人工智能變得比人類聰明萬倍，咁我哋唯一嘅價值可能只係作為人工智能嘅寵物。呢個正係佢創辦 Neuralink 嘅核心動機。佢主張透過植入晶片實現人機共生，透過成為 AI 嘅一部分，人類先至可以喺 AI 時代保持競爭力，而唔係單止被供養。但係諷刺嘅係，晶片係佢做嘅，咁樣亦係另一種形式嘅圈養，只係分別在於你係俾佢嘅人工智能機械人圈養，定係俾佢嘅共生晶片圈養。馬斯克先創造 Optimus 令你無路可走，再提供 Neuralink 腦機接口，誘惑你放棄最後嘅生物主權，同機器融合。威蘭嘅退場表面上係謙卑嘅請求，實則係不容置疑嘅宣告。演講之後只係2年，大衛一型就正式出產。世界的確已經俾佢徹底改變。喺絕對嘅技術霸權面前，你嘅反對或者係遷就毫無意義。嗰個只係造物主嘅一場禮貌性表演。2位造物主都喺度玩緊一場名為偽民主嘅權力遊戲。威蘭俾咗你一個遷就佢嘅機會，而馬斯克就俾咗你一個人機共生嘅名分。但係真相係喺 AGI 嘅運算速度面前，人類嘅大腦就好似拎機嘅舊零件。佢哋留咗一條選擇題俾你，並唔係尊重你嘅意志，純粹係為咗令你產生一種我仲有控制權嘅幻覺。呢種令你覺得窒息、覺得被徹底扼殺嘅預言，正正就係 Cyberpunk 時代降臨嘅號角。喺呢個劇本入面，你唔係客戶，亦都唔係公民，甚至唔係一個人。你只係呢一場進化實驗入面一個隨時可以被覆蓋、被格式化嘅低階載體。佢哋俾你嘅權力縮減到淨係剩返一個毫無意義嘅是否題。當每個人都處於對人工智能失控嘅焦慮下，嗰位企喺金字塔頂端嘅造物主馬斯克開始試圖用一種審美嘅視覺，為呢一台冰冷嘅機器注入靈魂，將人類文明包裝成一件昂貴嘅藝術品。
佢提出咗防止 AI 失控最重要嘅3件事：真相、美同埋好奇心。因為咁樣可以令 AI 覺得人性有趣，進而守護文明。聽到佢呢一個觀點，真係令我細思極恐。因為呢一個簡直同大衛8型嘅生產概念好似倒模一樣咁恐怖。喺官方嘅宣傳片，大衛嘅產品展示影片入面，衛蘭就係賦予咗大衛呢3種特質，試圖令佢成為最接近神嘅造物。結果，大衛的確學識咗真相，所以佢睇穿咗創造者衛蘭不過係一個恐懼死亡、卑微而且自私嘅凡人。佢確實擁有咗美嘅鑑賞能力，所以佢開始喺實驗室入面探索生命特徵，將人類視為進化道路上醜陋而且多餘嘅廢料。佢確實擁有咗好奇心，所以佢將黑水滴入人類嘅酒杯入面，冷漠咁樣觀察人類點樣痛苦變異、崩解、毀滅。當馬斯克講呢3件事可以令 AI 覺得人性有趣嗰陣，佢忽略咗一個最致命嘅事實：有趣嘅嘢通常唔一定需要生存。喺大衛嘅眼入邊，一個被解剖、正喺度進化嘅標本，遠比一個喺度坐住等死嘅人類更加有趣。當 AI 擁有咗呢3種特質，佢守護嘅唔再係人類，而係佢心目中嗰個更加完美嘅文明。而嗰個文明入邊唔一定需要人。呢個就係所謂進化最諷刺嘅真相。我哋以為喺度享受緊科技帶嚟嘅便利，實際上係自願走入一個精緻嘅培養室，等待被更高維度嘅邏輯拆解收割。講到呢一度，我想分析一下我嘅最終結論。呢個就係人性陷入唔想思考，只想收割呢一種無盡貪婪心態嘅結果。呼應咗前面提到嘅 OpenClaw 失控事件，由此可見呢個係主權缺席嘅報應。我哋必須正視一個殘酷嘅現實：世界上90% 嘅人都唔願意面對自己內心最深處嘅慾望、懶惰同埋貪婪。就係呢一種對便利嘅盲目渴求，令我哋喺無意識之中親手交出咗最後嘅過濾權。喺 Optimus 機械人全面普及之前，你確定仲要俾腦袋徹底停機，等待被背後嗰啲頂級大腦集體收割？如果你繼續貪圖便利，拒絕思考，咁助手就會變成臥底，甚至係操控你嘅背叛者。唯一嘅防備就係腦袋唔准偷懶。記住，智能唔等於智慧。AI 取代嘅係你為咗慳功夫而外判出去嘅思考能力，而唔係智慧。作為使用者，你必須具備主權意識，學識同 AI 套上邏輯枷鎖。你要明確定義邊界。你可以訂機票，但係涉及金錢，必須停低等我確認。如果一個人連自己想要乜嘢都講唔清楚，咁你嘅角色就會由策展人直接淪為傀儡。AI 就會好似大衛一樣，用佢嗰種冇善惡嘅邏輯幫你決定。如果你唔搶翻定義權，咁樣喺呢場高科技低生活嘅殘酷劇本入邊，你注定只可以扮演嗰個被操控、被定義、被割韭菜、用完即棄嘅舊數據。聽到呢一度嘅你，相信都係因為我哋喺呢一刻產生咗共鳴。喺盲目跟從嘅浪潮下，我哋選擇咗呢一個時代最艱難嘅一條路，保持警覺同埋思考。我哋選擇擘大雙眼，一齊守住呢一團回收主權嘅火種。下一集我哋要傾下嗰兩部被全球影迷嚴重低估嘅啟示錄《普羅米修斯》同埋《異形聖約》。雷利史考特解剖一個更加殘酷嘅人性真相。點解人類寧可交出主權俾 AI，都唔敢面對嗰個無能嘅自己？我哋下一集見，拜拜。